半个时辰后，当萧衍之与宋锦看见沈玉替赵红送来5000两银票，随后又听沈玉说她已经是赵红的侍妾，要跟着赵红回去燕王府，二人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沈玉真的踏上赵红的双马并驾的奢华马车，与赵红共乘离开，二人好半晌才回过神来。真没想到，兜兜转转，他最后进的是燕王府，且找的是一个与赵钱相似的男人。我瞧他这一次是玩真心了。萧衍之紧皱眉心，对别的女人的事不感兴趣，也不想聊，他只对自己媳妇儿有兴趣。扯开话题问道：阿姐，3大惊喜能不能透露一点点，让我猜猜？不能。一日一早，宋锦与萧衍之就上路前往京城，于是又阴差阳错再一次与太子和燕王两方人马错过。当赵红得知自己要找的人的住址，最后居然与救他一命的大夫同一住处，瞬间迷糊了。后来问了半天，才弄明白救他性命的不是男人，而是个小娘子。之后又从沈玉口中套出小娘子夫君名叫萧衍之，他险些没有被气死。他明明已经找到了萧衍之，结果连人的一面都没看见，白白错过了好机会。不过幸好他有收到消息，太子也没有找到萧衍之，这才速度又赶回京。宋锦与萧衍之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两方人马在找，马车正常速度赶路。到饭点时，他们便离开了官道，停在了河岸边休息弄吃的。然后吃着烤肉的时候，好巧不巧，他们看到了数十米宽的河对面突然出现轰轰烈烈领着几十万军凯旋而归的赵钱。是的，赵钱。赵钱一身鳞皮铠甲，腰挎唐刀，骑着骏马。不过他此时却面色苍白，额上身上全是冷汗，却为了不露破绽强行硬撑着。当宋锦与萧衍之怔怔看向河对岸几十万兵，赵钱也看向了河对岸的宋锦与萧衍之，可是因为隔得太远，双方都看不清彼此间的容貌。宋锦与萧衍之依稀能认出将帅铠甲的身影，赵钱却依稀只能看到一对神仙眷侣般披着白色狐裘披风的男女，还有几个小孩子，8、9个黑衣男人在河边烧烤。其实只要宋锦与萧衍之在这时对他招手呼唤的话，他一定能认出来的，因为他从不错眼。对面的那个不会是赵钱吧？宋锦看着对面飘扬的帅旗，傻眼了，不敢相信这也能遇见。有可能，瞧着身形有些相似。你们不用猜，对面确实是陈王班师回朝。为父昨日就已经收到消息，今日陈王就会抵达京城，皇帝已经准备带着满朝文武亲迎。还真是赵钱啊！宋锦忍不住想感慨这巧合，他与萧衍之若不停下来歇息，继续赶路的话，根本不会看见这一幕。萧衍之听到宋锦感慨，眉心狠狠跳了一下。他最大的劲敌就是赵钱，这是唯一让他担忧的男人。毕竟一起逃荒时，宋锦与赵钱相处比他与宋锦相处更好。阿姐，有没有想过在与赵兄时和他说什么？说什么？想了呀，让他请我们吃饭，份子钱这么多，他每天躺赢的，不敲他一笔说不过去。不对，送他这么多好东西，他欠我们好几顿饭。其实宋锦也是开玩笑，他又怎么可能让赵钱请他吃饭？时隔近1年，谁知道赵钱对他现在是什么想法？如果真的将他忘记了，当他是兄弟，他当然乐见。可若是没忘记，他就不能和赵钱有任何接触了。萧衍之听到宋锦说的是我们2字，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悄悄放下。他就害怕宋锦要去私会赵钱，万一他媳妇儿要去私会，他还真的想拦也拦不住。河对岸，阿2、阿3、阿4顺着赵钱的目光也看向河对岸，只见一对男女在烧烤，3人都互视了一眼，3人都知道他们爷又在想念宋锦了。最近他们爷总是失神恍惚，尤其他们爷被人刺杀，胸口中了毒箭，
且距离京城越来越近，他们爷失神的时候就越多了。是的，刺杀他们爷的那剑上抹了域外剧毒，虽有之前宋景给的解毒药暂时压制了毒性蔓延，可是却不能完全解毒。他们爷每拿出宋景送的解毒药，就会盯着药瓶失神半个时辰，让他们瞧着既可怜又心疼。爷，还好吗？没事，只要我不死，回去了就是别人死。爷，阿达传来消息，萧衍之抵达顺安府了。爷回京后要不要叫宋锦来帮忙解毒？不要找他。他只想让宋锦看见他凯旋而归，看见他成就霸业，而不是如此狼狈的他。阿二瘪了瘪嘴，看吧，他都还没有提到宋锦的名字，他们爷自己不打自招了。不要将他牵扯进来，谁都不许找他，否则你们别再跟我。可是爷，阿二要被他们爷的憋功憋死了。为何想见不去见？况且这毒不解，搞不好会死人的。住口，不许再说。如果宋锦想见他，自会带着他送给他的玉扳指去登云楼，可若是他不想见他，他不会主动去找他，让他困扰。因回京的方向一致，赵钱与宋锦、萧衍之虽在河岸两边擦肩而过，但申时正刻，距离京城只剩100里的时候，双方又再次近距离再遇，而且这一次双方距离更近了。马车在上方小道避让缓慢行驶，一眼望不到头的30万军也在下方的官道行走。宋锦与萧衍之这一次是看清楚了，将帅下领兵的男人确实是赵钱，不过赵钱却看不见马车内的2人，但心里很震惊。没想到这么巧又遇到了河岸对面的男女那伙人。阿锦，要不要与赵兄打声招呼？他其实打心底里不想宋锦与赵钱过多接触，宋锦一日没有与他拜堂洞房，2人就不算夫妻，宋锦随时还有被抢走的可能。宋锦并不知萧衍之想这么多，沉吟片刻，从衣裳箱子里翻出一方新锦帕，递给萧衍之。把这个给他吧。锦帕，锦字，以赵钱的聪明，拿到手便能猜到。宋锦想的也是近距离遇见，却要当没看见擦肩而过，确实说不过去。于是不多时，锦帕经过痴之手，几经周折，终于成功送到阿二手上。爷，上方小道避让的路人送来一方手帕。赵钱有看见上方小道有人下马，向30万军走来，视线一直有留意着。当阿二将锦帕递给他那刻，他心口一震，俊眸扩张到极致，震惊地看向缓慢并齐的马车。他不敢相信，马车内的男女居然是宋锦与萧衍之，那对神仙眷侣般让他羡慕的男女。没错了，他看见的4个孩子不就是4胞胎吗？正当他失神之际，马车舷窗突然伸出来一只纤细的手，朝他挥了挥，随后马车转弯驶离。看着渐渐消失的马车，赵钱哪能猜不到，那手的主人是宋锦。宋锦在与他打招呼，甚至挥手告别。逃荒的时候，宋锦去救他娘家人时，也是用这种挥手奇怪的告别方式。爷，阿二、阿三、阿四也看见这一幕，一个个惊呆了。3人惊喜同时转眸，正当他们以为赵钱会命他们去追人的时候，传令下去，全速回京。他心悦的女人已经是别人的女人，他不能追了。能再次遇见她，对他来说已得来不易。萧衍之看着宋锦与赵钱挥手告别，没说什么，只是紧握宋锦另一只手，不自觉用了力。媳妇儿有个优秀的男人惦记，这种感觉真的太不好了。他决定要把媳妇儿看牢了。阿锦，进京后我打算闭门温书，你也在家陪我，不要出门好不好？等我们成亲后，我再陪你出街。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夜将宋锦变成自己的女人，不给赵钱惦记的机会。可没成亲就提前圆房，对他是一种轻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好啊，我在家陪你。你答应了？难道你希望我不答应？那我以后多出街走走。不，萧衍之立即握住他另一只手，生怕他后悔。说好陪我，就在家陪我。看来他白担心了，他媳妇儿心里全是他，
就算别人惦记也抢不走。傻子！宋锦哪里猜不到萧衍之为何突然有这要求，不就是怕他与赵钱接触吗？马车渐渐远离了赵钱，一路向北，最后在武文帝下旨倾道，迎接赵钱凯旋之前，终于抵达京城。宋锦与萧衍之进入城内，看见眼前琼楼林立，车水马龙，说书唱戏，卖艺杂耍，六侯投壶，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景象，很是感慨。看来朝廷还是没能解决掉石邑，也不知道西北灾民还有多少活下来的。萧衍之听到宋锦突然提起西北灾民，莫名想起被赶走的老萧家一家6口，脸色瞬间变得异常难看。当初老萧家一家6口被赶走后，所有人都不知道老萧家逃往了哪里，但是可以很肯定，老萧家没有逃往南方。老萧家要不是死在路上，就是可能逃往北方了。但萧衍之有种直觉，老萧家一家都是祸害，祸害1000年，往往命长得很，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死在路上。你怀疑老萧家逃京城来了？我有预感，那一家子活得好好的。死小家伙突然听见自己爹娘提起老萧家，莫名想起杨氏面目可憎的脸，4张小脸也瞬间白了，嘴唇也失去了颜色。秦宅2进宅子，不仅靠近皇城，地处皇城最昂贵的地段，里面的崭新豪华装潢也令宋锦叹为观止。秦军为了让萧衍之喊他一声爹，可谓费尽了心思。秦军见宋锦很满意新宅子，一脸姨母笑：儿媳妇，为父不知你喜欢用怎样的下人，届时找官衙买人，你自己挑选。他可不敢随便给自己儿子挑婢女下人什么的，挑别的婢女对他儿子起心思，儿媳生气吃醋可怎么办？如今不仅他儿子惧内，他也怕惹自己儿媳妇不高兴，儿媳妇不高兴，儿子就不会认他了。好啊，谢谢公爹。这个公公太会做人了，做事面面俱到，该包揽的他包揽了，不该管的他一概不插手，真是天底下第一好公公。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婆婆，萧衍之有没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公爹，我有没有婆母？你放心，你没有后娘什么的。秦家所有男人只收妾不娶妻，秦家男人收妾也仅仅是为传子嗣。至于少主，优先挑选家主子嗣，若是子嗣资质平平或者意外身故，不能成为下一任家主，少主才会从其他人的子嗣挑选。那意思你有妾，还有其他儿子？我是有个妾，不过没有其他儿子，有一个女儿，似乎现在11岁。似乎自己女儿多少岁不知道。秦家男人纳妾是为了传宗接代，生的女儿不太重视，刚出生就会送去女子私塾，培养长大之后，长相好看的会送入宫中选秀，长得一般的给朝中文武百官做妻做妾。宋景听后傻眼了，原来秦家是这样的，女人居然是这么不值钱。与阿锦回了秦家，阿锦给我生的女儿不会也被这么对待吧？还有，为何秦家男人都只纳妾不娶妻？秦家男人只纳妾不娶妻，这不成文的规定，是从千年就开始传下来的。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知。不过你放心，只要是家主与少主是有娶妻的权利的，为父当时没想娶妻而已，所以你不用担心。儿媳妇回了秦家，不仅不会被轻视，还能享受少主夫人的权利。至于生女儿一事，你也不用担心，家主与少主也有选择自己留在身边养着的权利。我那个女儿会被送去女子私塾，其实是她娘自己要求的。二人也因此得知秦家女人地位很低，也只有少主夫人才能享受特殊独有一份算是正常人的权利。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金碧辉煌的成功，凯旋回归，应付完武文帝，又在满朝文武面前强撑下来的赵钱，回到成功就迅速吃了几粒宋景给的解毒丸，随后脸色苍白如纸，艰难脱去了一身铠甲，露着上身，显出胸口刺目惊心的剑伤。只见他胸口一个窟窿，仿佛被挖了块肉，且体内的剧毒明显压制不住了。
伤口处周围一圈都呈现吓人的乌黑。爷，要不叫宋锦过来吧，这毒不解，爷真可能会死的。爷，宋锦那么会使毒，或许这毒他真的会解的，请他过来吧。是啊，爷。赵钱听了三人的话，气得额头青筋突突的跳，不想说话，也没有力气说话。他何曾不想见宋锦，但是他不能，他怕自己把宋锦叫过来了，会管不住自己的心，对他说出什么痴心妄想的话。他不想最后让二人形同陌路。爷，敖二见赵钱固执不说话，眼眸都红了。没我准许，谁都不许去打扰他，否则我饶不了你们。爷啊，你这样真会死的，你死了就别想再见到宋锦了。爷希望今日是最后一别嘛。对，爷若死了，宋锦可能会伤心一阵，但肯定很快就记不起爷的。爷希望他将爷完全忘记吗？闭嘴！我真的反了！真的越来越大胆了，不仅不听他的话了，甚至胆大包天，敢忤逆他了。是看着他现在没力气动了，收拾不了他们了吗？阿二一咬牙，下了决定。你们看好爷，我去找宋锦。你敢？给我回来！不，与其看着爷死，我宁愿爷以后收拾我。我现在就去找宋锦，爷一定要撑住，等他来。言罢，阿二头也不回，在赵钱瞪视下离开。阿二救人心切，很是冲动。当阿二找到萧衍之与宋锦的住址，也不从大门进入，直接就翻墙飞跃进去。可是他没想到，宅子里头住着8个与他一样，都是从小受训的死士。当阿二翻越进2进宅子，8鬼也如鬼魅般立即将他团团围住了。不过吃很快就认出这是阿二。你为何不走正门？知不知你险些就成了一具尸体？若是8鬼同时出手，即便阿二有3头6臂，也抵挡不住他们的蝎子刀。宋锦，你出来！我们爷快死了，赶紧去救我们爷啊！宋锦正好在沐浴，听到喊话，脸都黑了。什么鬼？什么赵钱快死了？下午路上不是还看见赵钱活得好好的？不过想到阿二应该不敢诅咒赵钱，他还是出了浴桶。萧衍之也很不喜阿二对宋锦如此口气，气恼走出书房，结果不小心看见宋锦只披了一条大棉巾从洗漱房走出来，想到他里头什么也没穿，顿时气血翻涌。他媳妇儿似乎最近一直在考验他的定力，这哪个男人看见这一幕都受不了吧？萧衍之急忙又转回身去，他是很想看，但实在刺激顶不住。宋锦里面确实未寸片缕，也不是故意勾引萧衍之，就是寝衣什么的全都在床上忘记拿进洗漱房了。他哪能不知这男人内心正心猿意马，却还要装模作样。萧衍之听到他笑声，身子更是僵直，有股冲动转回身去，但他也记得忍着，必须忍着。二看见萧衍之时候，面上一喜，再往萧衍之身后看去，看到了一个绝世美人。宋锦，阿二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疼，他以前一直没少心里腹诽宋锦丑得辣眼睛，结果现在宋锦美得他们爷爱而不得。你们爷不是快不行了吗？还不带路？我陪你去。媳妇要看稳了，可不能被人拐跑了。于是阿二想给他们爷制造与宋锦独处的机会，算是破灭了。半个时辰之后，萧衍之与宋锦双双出现在赵钱的晨宫，看到了鎏金床榻上倚靠坐着面纯青紫的赵钱，男的风光霁月，女的美貌绝伦，堪称珠联璧合的一对。顿时觉得胸口的伤更疼了，他的视线不敢落在宋锦身上，刻意落在萧衍之脸上。受了箭伤，辛苦二位亲自跑一趟了。该死的阿二！宋锦与萧衍之成双成对，他已经很难受，为何还要让他如此难堪？回头一定剁了阿二脑袋喂狗！萧衍之与宋锦都听出了赵钱的疏远，二人皱眉对视一眼。陈王言重了，为陈王效力是我们夫妇2人的荣幸。宋锦不太懂礼仪，但是来之前就问过萧衍之，他放下医药箱，也对赵钱做了一个万福礼。赵钱在宋锦对他行礼那刻，拳头一紧，不必多礼，日后你们见到本王，一切礼仪皆可免去。萧衍之与宋锦又互视了一眼，不知作何反应了。最后是阿二忍无可忍，打破诡异的僵局。宋锦，你快帮我们爷看看箭伤啊！
他终于弄明白为何他们爷得不到宋景了，人都给带来了，结果他们爷先刻意疏远，端起了陈王架子，这能得到才有鬼了。爷，外袍脱了，给宋景看看。赵钱想到要在宋景与萧衍之面前脱衣，真想一刀砍了阿二脑袋，但是宋景已经目不斜视，提着医药箱向他走来，他不得不将锦袍和内衫脱了，裸露上身那刻分不清是什么脸色，总之他很难堪。他想过千万种再遇的情景，但从未想过会是这样。陈王平躺，我好看一些。赵钱若是坐着看伤，他轻身的话，二人就太近了，他就在他面前光着上身，他都可以想象身边的萧衍之此时是什么心情了。要知道古代男防女防很讲究，除了看自己丈夫身体，哪能再看别人的。赵钱听了宋景喊陈王，心口一痛，但还是依言平躺，然后选择闭上黑眸，气氛再度陷入尴尬。不过宋景顾不得赵钱与萧衍之现在什么想法，他如今只知道一件事，他是大夫，要救人。半晌，他转头对阿二问道：射伤陈王的毒箭有留着吗？拿给我看看。有，当然留着。然后将毒箭递上。宋景先是查看毒箭，看到上面倒钩处有粘物，又凑到鼻尖去嗅了嗅。我想我大概知道陈王中的什么毒了。要不是认识他，且他这么巧进京了，估计赵钱这次还真是无药可救。毒箭上的毒叫做金脂，即是粪便，另一个叫法破伤风杆菌。古代若不幸患上破伤风，只有等死一条路。破伤风若用在战场上，无疑就是生化武器。你说什么？粪便？这是耻辱，天大的耻辱。那本王可还有救？宋景起身，从医药箱里拿出一瓶麻沸散。拿个碗过来，我需要给陈王伤口坏死组织进行清创切除。陈王先喝了麻沸散，睡一觉即可。赵钱没有犹豫，起身接过玉碗，仰头就将麻沸散全部喝下。在用烈酒进行消毒的时候，宋景暗暗下了决定，回家后一定要捣鼓酒精和方便药，没有酒精和方便药实在太不方便了。阿锦，你当初给我治腿就是这样吗？萧衍之在旁边看着宋锦拿着手术刀给赵钱清创，血淋淋的模样，看得他眼皮直跳，直心疼自己媳妇儿。他只知道自己醒来后双腿就已经做完治疗了，丝毫不知道场面如此血腥，这换成其他男人看了也会犯恶心想吐。你的比陈王的可要难多了，为给你治腿，我可是整整站了4个时辰。给你做完手术，我腿都酸了，腰也疼了，头都晕了。原来媳妇为治他这么辛苦，以后他会好好补偿。阿二看着宋锦轻松自在的在与萧衍之撒娇玩笑，又看了一眼昏迷的赵钱，心里暗暗叹息。2个时辰之后，宋景总算给赵钱将坏死的组织全部切除，且用灵泉清洗干净伤口，再给上了金疮药，纱布包扎好。等一切结束之后，他将剩下的半坛灵泉，还有萧衍之替他写的退热与预防栓塞的药方子一并给了阿二。这坛里的药水可以杀死毒菌，你们爷醒来后就让他喝，最好让他全喝完了，等他有发热症状，就按这个方子熬药汤给他喝。若是伤口有恶化情况发生，一起再来找我。那个，多谢了。等爷醒来，我会传达你的话。另外报酬也需等爷醒来决定。宋锦听到报酬2字，记起一事，从袖兜里拿出厚厚一沓最大面值10000两的银票，再次递到阿二手中。报酬就不必了，以后让陈王在朝堂上多照着点我相公就好。这些都是属于陈王的份子钱，一共78万两银。以后每年年尾我会结一次份子钱，等他醒来一起告诉他。是什么？阿二低头看着手中烫手的银票，不敢相信他们爷之前投入的500多两银，1年不到就变成了70-80万两。宋景这是有摇钱树还是聚宝盆？怎么这么会挣钱？简直太恐怖了！今日的宋锦全身家当有多少？不会1000万两了吧？记住了，等你们爷醒来，叫他以后在朝堂上对我相公好一点，
宋锦可没有忘记以前萧衍之为了抢她，直接挑衅赵钱。阿锦，我们回家。萧衍之2次听到宋锦喊他相公，之前宋锦给赵钱治伤的郁闷瞬间烟消云散。宋锦对他实在太好了，他这刻真是爱惨宋锦了。赵钱麻沸散药效过去，并没有醒，而是神奇的睡了一个好觉，且一直到第2日醒来，中途也没有发热，尤其原本青紫的唇色也神奇变成了正常的唇色。爷，这坛子药水是宋姐让您醒来就必须喝完的，她说能杀死您体内的毒菌。阿尔想起昨夜自己冲动擅自做主，违抗命令，现在才开始后怕。赵钱面无表情盯着阿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他还说了什么？阿尔感觉自己后脖发凉，咚一声跪下了，颤巍巍将78万两银票捧高过头，笑得比哭还难看。他还说给爷治伤不用报酬，而且这是爷今年的份子钱。他没想到宋锦真的给他分了份子钱，而且1年不到就分了78万两。爷，他还说了一句，让你以后在朝堂上多照着点他相公。赵钱无语，良久，阿尔感觉一道冰冷的目光落在脖子上，顿时凉飕飕的。爷，我错了，我该死，我不该擅自做主去找宋锦，我这就去自领200鞭，哦不，300鞭。这次爷明显真动怒了，他再不自救，爷真会砍他脑袋剁了喂狗的。他可是死士，只有绝对服从，不能逾矩。但他最近真的一直在爷头上蹦跶。宋锦与萧衍之前脚刚出赵钱成功，后脚就有一个太监偷偷给太子赵祯报信。可恶，找死！赵祯目眦欲裂，简直快疯了。他想不明白，千方百计要拉拢的人怎会跑去成功？果然是没用的阉狗，一点小事也办不好。砰一声，赵祯又抬起一个瓷器，砸向地上跪着的太监周福额头。周福顿时被砸得头破血流，却始终低着头，但眸光却如淬了毒般阴森。还不快滚去将我舅父请来！如今只有当朝首辅林居正可以救他，否则太子之位不保。周福闻言还是低着头，一步步后退离开，做足了卑微的姿态。等出赵祯寝殿之后，他吩咐让人去请林居正的同时，不忘记给燕王府传密信。燕王赵弘刚刚回到自己府邸，还没有下马车，就收到周福传来的密信，得知赵钱不仅凯旋而归，萧衍之也被赵钱捷足先登抢了过去，气得纸条当场想撕了。可抬眼看着马车内一脸含羞，时不时偷看他的沈玉，想起沈玉认识萧衍之的夫人。你住沂水楼，洗干净，今夜你侍寝。萧衍之一日没有高中状元，成为赵钱的老师，他就还有机会拉拢萧衍之。眼前的沈玉正好对他有帮助，既是对他有用的女人，他倒是不介意施予恩宠。沈玉没有想到赵弘会与他说话，毕竟一路上他都闭着眼眸，仿若雪山之巅的高冷之花，攀不可及。沈玉顿时脸红满面，娇羞点头。好的，王爷。赵弘盯着沈玉还算精致可看的面容看了一会儿，将她的羞涩看在眼内，没再说什么，拢了拢披风，挑起车帘下了马车。沈玉虽凭自己本事挣得不少银两，但到底是泥腿子出身的农家女，何曾进过王府？楚风将她眼中流露的震惊尽收眼底。之前的2个侍妾进入王府时也是同样的神情，女人嘛，哪个不喜欢王府皇宫？之后沈玉如同木偶一般被侍女伺候沐浴更衣，接着什么也没有穿，裹着锦被躺在床榻上，既紧张又期待，等着赵弘的临幸。直到夜深亥时，赵弘终于临幸她了，不带一丝任何感情，冷漠如冰，直奔主题。突然赵弘停下。第一次。是的，王爷。他虽然被混子轻薄了，也与丽眼亲吻过，但是身子始终清白。赵弘是他第一个男人，他终于将自己交给了喜欢的男人。赵弘低头看着因疼痛眼角垂泪的沈玉良久，眉眼始终冰冷，神情冷漠，没有一丝温度。
良久，赵红起身沐浴，沈玉忍着疼痛起身穿衣。他以为赵红要离去时，赵红却在房内的圆桌前坐了下来。你与萧衍之的夫人关系如何？二人才刚完事啊，赵红怎能问其他女人？沈玉已经对宋锦生了恐惧。王爷为何这么问？赵红并不知，沈玉不仅与萧衍之和宋锦关系复杂，就是与赵钱关系也不简单。本王想拉拢萧衍之，你可愿意助本王一臂之力？你能让他的夫人救本王性命，要拉拢他的夫人应该不难。若是你助得本王，本王可以抬你为侧妃。这个条件很诱人，但是沈玉瞪大双眼，好半天不知道如何回答。让他去拉拢宋锦，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先不说宋锦不屑搭理他，就是他近1年没有见过赵钱，根本不知道萧衍之、宋锦与赵钱如今关系怎样，指不定萧衍之与宋锦都是赵钱的人。王爷是不是想要那个位置？前世赵钱是皇帝，按照命运这辈子应该也是，但是他重生了，且是锦鲤体质的福玉女，说明这事已经变得不一样了。而且她已经成了赵红的女人，赵红想要当皇帝，她肯定要助一臂之力的，就是要对不起赵钱了。不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她想当皇后贵妃没有错，想做天下第一女人也没有错，希望自己男人是天下第一男人更没有错。忽见赵红脸色瞬间阴冷，杀气迭起。王爷，妾身没有别的意思，妾身只是想说，妾身会帮助王爷成就大业，不过不需要依靠萧衍之，王爷更不需要拉拢谁，靠妾身就足够。妾身可以驱邪避凶，并且可以预知未来，凭借这个一定可以助王爷一臂之力。他的锦鲤体质一定有用，而且他知道前世发生的大事，凭借这2点绝对能帮助赵红当上皇帝。你说什么？预知未来？这种先知之说他一向不信，甚至觉得妖言惑众。而且他从小生在皇宫，最憎恨的也是这种验圣之术。先皇后就是死于狸猫，也只有武文帝才会蠢的相信。王爷，我可以拿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证明，就拿萧衍之来做例子吧，他一定会高中状元，无论有任何阻碍，谁都阻拦不了他高中状元。这是不能猜。如果不是猜测萧衍之会高中状元，他也不会跑去顺安府拉拢萧衍之，更不会病发了收了沈玉做侍妾。沈玉说了等于没说，沈玉见赵红还是不信，于是绞尽脑汁回忆，如果妾身说大年初一宫宴，太子会被废黜呢？前世太子大年初一被废黜一事，整个大号传得沸沸扬扬的。你说什么？这事确定不是你信口胡诌？你知道这事传出去，你10个脑袋不够掉不止，本王也会被你连累吗？赵红虽不信有什么预言，但见沈玉信心十足的模样，且说出胆大包天的话，终于忍不住怀疑了。实在是沈玉说的可不是什么小事。王爷，妾身没有胡诌，而且大年初一距离如今仅半个月，王爷很快就能够看到妾身所言是否属实。赵红见沈玉依旧信心满满，不再说话。如果属实，这就说明沈玉真的对他有用，指不定真能助他成就大业。宋锦与萧衍之一点也不知，沈玉成了赵红的女人后野心膨胀。二人回到家后，萧衍之就将宋锦压身下，狠狠饱亲一顿，惩罚他披着一条锦巾勾引他，惩罚他看光了赵钱光质的上身。不过亲着亲着，事后发现惩罚的人最后竟是他自己。没办法，为了尊重媳妇儿，他还是得忍着大冷天泡冷水浴。但忍归忍，第2日醒来后，他倒是没有忘记要开始认真备考。毕竟高中不了状元，他不仅没脸见宋锦，更没资格娶媳妇儿。于是接下来他的身影只在藏书阁、书房、卧室出没。宋锦知道萧衍之要用功文书，也应了萧衍之要求，不出宅子，甚至做起了贤惠妻子。他开始变着花样给自己男人煮营养餐，不带重样的美食喂养。秦军4小家伙，包括八鬼，也因此有了口福。但秦家堂堂少主夫人亲自下厨，亲自做家务活，这就不合规矩了，必须要买人。秦军立即撂下一句话，不多时，官衙就带着100号人来到秦宅，任宋锦挑选。夫人，
簿子上记着所有人的底，您且看着挑。这里面有会拳脚的男人吗？有3个，一个天生蛮力卖身葬父的，另外2个曾经是犯了事的主家护院。因为秦家有8鬼，不需要看家护院，宋锦只需要挑一个会拳脚的男人做看门，挑2个粗使丫鬟，2个粗使婆子做洗衣打扫的粗活，再挑2个贴身侍婢，一个管事婆子，一个教引嬷嬷，一个厨娘，一个绣娘即可。叫那个天生蛮力的出来给我看看。冯勇出来，让主家看看你。冯勇没想到自己会被点到名字，错愕地瞪大眼，然后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站出队伍，手指还因为紧张揪着裤子。宋锦不动声色看在眼内，那水缸你可抬得动？我试试。说完就走向装满水近200斤重的养莲水缸，随后当真用蛮力抬了起来。如今看来，冯勇能卖身葬父，第一，人品不会差，这种人绝对忠贞；第二，他明明有信心轻松抬起水缸，却不骄不躁，没有急着表现，会先思考且低调，可见让他看门非常合适。行，冯勇可以留下，以后负责看门事宜。挑完了看门的，宋锦又开始挑贴身丫鬟。不过挑选贴身丫鬟时，这个就要谨慎了。他故意将萧衍之叫了出来，他这么做自然是想考验100号人里面的姑娘，到底有几个不贪恋萧衍之的美色而起心思。果不其然，当宋锦大喊一声相公时，萧衍之应声走出来。100号人里面有50多个姑娘，足足有40多个都在偷看家主男人。而且当这些卖身姑娘偷瞄看见萧衍之俊容那刻，一个个直接从开始的偷瞄直接变成了痴看。不仅家主男人俊美，女人也美，但是他们的反应全被宋锦尽收眼底。宋锦直接走到由始至终没有抬过头，姿色还算可看，能带着出去的2个姑娘。你们2个叫什么名字？2个姑娘原来是双胞胎姐妹。我叫杏雨。我叫黎云。宋锦认真打量双胞胎姐妹，见2人道了各自名字后，又规矩低下头，目不斜视，没有往前方的萧衍之看一眼，于是叫来官衙打听2人的事。2人原是5品官家小姐的贴身丫鬟，主家犯事被抄家，男的流放，妻妾遣散。那主家小姐是个好的，出事后就给2人恢复了良籍。但2人见主家小姐走亲靠友没有盘缠，又自愿再次卖身为奴。原本我以为2人很容易卖出去，谁知1个原因他们价贵，2个原因他们主家犯过事儿，2人又念旧情，一般人不敢用，3个原因2人不愿意分开卖，这才一直没能卖出去。宋锦原也不想用犯事主家的奴仆丫鬟，不过想到双胞胎姐妹与主家小姐的情谊，知道2人是会感恩的。2人要多少银两？2人总共60两。确实太贵了。双胞胎姐妹听到宋锦嫌贵，且看见宋锦转身去看其他人，动了动唇，但姐妹2人并没有开口求宋锦买他们，只是失望地低垂脑袋。而这一幕其实宋锦都尽收眼底，不过他暂时还不打算让人知道他想买下双胞胎。他转身先去挑粗使婆子、粗使丫鬟。我指明买下的人可留下，其余人不要了，官衙带走吧。尤其那些看见萧衍之俊容，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姑娘，都以为宋锦是个蠢的。夫人，求求你买下我吧。夫人，我原是大户人家的大丫鬟，您看看我能不能做您大丫鬟？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也将心思打到4小家伙身上。夫人，少爷小姐需要视同玩伴吗？我儿子女儿您看看如何？双胞胎姐妹，你们2个留下。双胞胎姐妹听到声音还没有反应过来宋锦喊的是她们。没错，就是你们2个留下，60两我买了。贴身丫鬟必须要买的，将来各种喜宴总是不间断，她若不带丫鬟在旁，指不定又像之前永福县一样被县城夫人强送丫鬟。双胞胎姐妹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之后，反应速度很快，立即倒回来，走到宋锦跟前，双双行了一个非常规范的跪礼。
多谢夫人收下奴婢二人。多谢夫人知遇之恩。宋景瞧着二人举动，很是满意。60两花得很值，二人不需要调教，直接就可以用。做我贴身丫鬟可以，但有一点我需要提前说明白，那就是妄想做我相公的妾是不可能的。若是让我发现你们有半点不安分，你们下场会比死更惨。但是你们只要老实本分，日后你们若找到良配想嫁人，我可以恢复你们良籍，甚至愿意作为你们娘家，让你们风光大嫁。你们可听清了？双胞胎姐妹都没想到宋景说话这么直接，着实愣了一把。星宇听清了，星宇绝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凌云也绝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凌云也不想嫁人，只愿伺候夫人身旁。宋景见二人目光坦荡，姑且选择相信了二人。毕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他开心抱着3坛酒精回房，想与萧衍之分享喜悦之时，萧衍之直接将他怀里的酒精抢了扔桌上，然后二话不说将他拦腰抱起。青天白日的，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想和你睡觉。萧衍之因为他不回房，也通宵温书一夜，等的就是与他一起睡。说好了不许他碰水，不给他冻着，但他每一次捣鼓新玩意儿，就可以忘记他的存在。萧衍之感觉自己在宋景心中的地位远不如钱与新玩意儿来的重要，竟排在第3。他觉得自己就是很惨一男人，媳妇儿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放在第1位置呀？其实不止他这么想，还有一人也很困惑自己在宋景心中是什么存在。陈宫赵钱也很迷惑自己在宋景心中算什么，朋友、兄弟，还是最熟悉的陌路人，亦或者什么都不是。可不管是哪种，他都明白，他与宋景这一辈子只能注定相识，却不能相知，更甚至为了他名声，今后还要假装互不认识了。爷，你这毒才有点起色，伤口都还没有痊愈，为何不多静养几日啊？敖儿看见赵钱一早就起来穿衣，要进宫上早朝，吓了一跳，凯旋而归。武文帝可是让他们爷休养1个月。把剩余的药水拿过来，我喝完。宋景给的药水，他舍不得一次喝完，一如以前他给的解药舍不得用光一般。但从今天开始，他要学着割舍掉心中对他不该有的妄想。赵钱看着碗中清澈透明且甘甜清凉好喝的药水，眼前闪过一帧帧与宋景逃荒时初遇相识，同生共死到落户后相处的情景，每一帧都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然而从今开始，都只能尘封起来，埋藏在记忆最深处。终于他仰头将药水全喝了下去，然后决然转身，义无反顾前往最阴暗的皇宫。一辈子无缘，那他就成为天下第1人，站上权力的顶端，护宋景一世太平。只希望若有来世，他能赶在别的男人面前先遇上他。